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身边的城市正在慢慢变得安静？售楼处的灯还在亮，但门口停着的车越来越少，街边的店面一间间关上卷闸门。朋友的群里不再有人讨论买哪一套房，而是反复问一句：现在还能不能卖掉？这一切不是某个小地方的孤立现象，而是一条清晰的曲线在全国弯折。房地产那个支撑了中国20多年繁荣的支点正在失去惯性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在过去的20年，房子几乎是每个中国家庭的信仰。买房不仅是安身立命的选择，更像是一张通往中产的门票。无数人咬牙背上贷款，不是因为喜欢负债，而是因为相信房价只会上涨。事实也证明，这个赌局曾经奏效，一套房子可以让家庭财富翻几番。但今天这个神话正在褪色，很多小区房价跌回5年前的水平，二手房挂牌越积越多，却无人问津，买家犹豫，卖家焦虑，市场安静的可怕。这一幕不仅发生在北上广深的边缘地带，更在3、4线城市赤裸裸的上演。那里曾经新建的未来新城，在交付之夜灯火辉煌，但几年之后，夜晚只有风声。房子并不是没人要，而是人没留下。年轻人跑去大城市，县城人口净流出，留下的房子只是一堆冷清的钢筋水泥。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不是楼盘数量，而是人能不能留下来。没有产业，没有稳定的岗位，没有可负担的教育和医疗，房子自然就成了空壳。人口曲线的拐点，更是把房地产推向寒冬的直接力量。2022年，中国出现了60年来第一次人口负增长，这个节点意义非凡。出生率下降，结婚率下降，年轻家庭减少，这意味着刚需池塘正在缩小。过去，楼市的逻辑是新增家庭不断涌入，所以总有人接盘。如今，当这个接盘链条断裂，空置的房子就像卡在喉咙里的石头，吞不下，吐不出。与此同时，家庭的资产观念也在悄悄转变。10年前，人们买房是因为相信它会不断升值，今天，人们算的是现金流是否安全。年轻人越来越在意月供占收入的比例，越来越谨慎地看待负债。有人宁愿租房住得轻松，也不愿为了所谓的升值预期背上20、30年的重担。现金流的安全感成了新的硬通货，而不是纸面上的财富数字。如果你走进普通人的故事，就能更深刻地体会这种转折。一个朋友在2018年咬牙买下婚房，位置不差，配套齐全，他以为这是人生最稳妥的决定。可5年后，房价一路往下，他每个月努力还贷，却发现账面价值越来越薄。那种压在心口的负担，不是数字，而是每晚的失眠。最后，他忍痛降价卖掉，套现去开了一家小店。他说，虽然亏了，但终于能睡个安稳觉。这个故事没有抄底成功的爽文结局，却是真实的人生解脱。市场的分化让一切显得更加残酷。核心城市的学区房、地铁口房源依然有人抢，而非核心区域的楼盘却无人问津。买家用脚投票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确定性最高的地方。所谓28分化，就是80%的房子流动性越来越差，只有2%还能坚挺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意味着不是房子都卖不动，而是你手里的那套可能真的没人要。当宏观叙事逐渐失效，普通人更需要面对的是微观的账本，能不能稳住现金流，能不能保证3到6个月的安全缓冲，能不能在不确定的未来保住生活的基本秩序，这比房价涨跌更重要。有人说，现在的关键不是房子值多少钱，而是你能不能撑过眼前的低谷。这种朴素的思路，或许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，房地产不再是那个万能的发动机，它拉动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装修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，未来的增长要靠更多元的引擎，制造业升级、数字服务、医疗养老、科技创新，这些词听上去抽象，但落地到普通人就是3个动作：岗位要跟上，技能要跟上，资产要分散。别把所有希望压在一套房子上，那是过去的剧本，不是未来的答案。或许你还会问，那些极端传闻到底是真是假？什么500块一套房，4亿人口消失，其实多半是噱头。
确实有些房子以极低价格成交，但背后往往是产权问题，年限到期或人口流出严重。人口负增长是真的，但没有传闻里那么夸张。我们要学会在信息洪流里守住常识，数据要有来源，故事要能复现，否则当段子听听就好。最终所有的大环境都会落到一张家庭收支表上，房价会跌，人口会少，行业会变，但生活还要继续。守住现金流，稳住家庭，提升自己，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必比别人跑得快，只要不被自己的焦虑绊倒。想象一个画面，夜幕降临，小城的街道空空荡荡，街角的路灯闪着微弱的光，一栋栋新建的高楼像幽灵一样矗立，却只有零星几扇窗户透出灯火。物业巡逻员无奈地摇头，说整栋楼只有不到1/3有人住。你走进去，电梯叫香，贴着禁止张贴广告的告示，墙角积着灰尘，走廊的回声比人声还要多。3年前这里开盘时，售楼处人声鼎沸，队伍排到马路外，今天它却成了典型的空城。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原因其实并不复杂。第一层是人口的外流，年轻人去了省会，去了沿海，更远的去了海外，留下来的往往是老人和孩子，他们没有购买力，也没有支撑整个城市消费的能力。第二层是盲目的扩张，很多地方高举新区崛起的口号，拼命造房、造广场、造产业园，但岗位没有跟上，结果房子先空在那里。第三层是供给的惯性，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习惯了靠卖地、靠推盘，哪怕市场冷了，还要硬着头皮往前冲，最后库存像滚雪球一样堆起来。退化的过程比想象的更慢更冷，不是轰然倒塌，而是一点点褪色。先是商铺关门，街面没了人气，接着是学校缩班，孩子不足，老师外调，最后连医院也因为就诊人数不足而减科。一座城市的繁荣并不是靠几幢高楼撑起来，而是靠人流、靠就业、靠生活场景。少了人，房子就成了空壳；少了产业，城市就会退化。但退化并不是没有转机，少数地方确实能重生。比如10年前的合肥，当时也被骂是鬼城，很多新区入住率极低。但随着产业链落地，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和芯片产业的崛起，岗位回来了，年轻人留下来了，房子才慢慢亮起来。这样的重生并不普遍，却告诉我们一个规律：如果产业真的扎根，人口自然会回流，房子才有可能恢复价值。普通家庭在这样的转折中，最怕的就是站错了队，买在了没有未来的空城，房子就成了负担，而不是资产。而如果能看清趋势，选择在产业、岗位、人口流入的地方扎根，哪怕价格贵一些，长远看也更有保障。问题是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的前瞻眼光，他们只会跟着宣传和热闹走，结果被套在最难脱手的地方。所以，不同家庭要有不同的剧本。对首套刚需来说，重点不是房子能不能涨，而是它能不能满足你的生活半径。能不能让你上班不至于每天通勤2小时？能不能保证孩子未来有学位？能不能让父母就医不必跨城奔波？只要这些能满足，哪怕账面价格有波动，房子依然有价值。而对改善型家庭，逻辑完全不同。你已经有一套自住的房子，换房不是为了生存，而是为了生活质量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双套共担，一边背着旧房贷款，一边再扛新房贷款，极容易在市场下行期被拖垮。更稳妥的做法是先把旧房挂牌卖掉，再去签新房。改善的方向也不是盲目换大，而是换近换稳，换到通勤更短的地方，换到学位更稳的地方。至于负债偏重的家庭，那更要学会现金流优先。很多人咬牙死撑，幻想市场总有一天会反弹，但现实是你能不能熬到那个反弹的时间点。如果每个月的月供已经压得家庭无法喘息，那就必须优先保住现金流。卖房套现不是失败，而是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。把现金流守住，你才有余地去等待未来。而在与中介、银行、开发商打交道时，更需要警惕那些话术陷阱。中介会告诉你这是最低价了，但你必须看的是网签数据，而不是他们嘴里的故事。银行会推出各种贷还方案，但真正有效的只有展期、延长年限。别相信所谓的灰色渠道，开发商会承诺未来规划，可一切没落在合同里的东西都是空话。
真正能保护你的不是别人嘴里的保证，而是写在纸上的条款。房地产的退潮本质上是一场时代的换挡，过去它是万能发动机，现在它只是一个普通行业。空城不会一夜填满，人口也不会立刻回升，但普通人完全可以先让自己过得稳。买房看生活效用，持有算现金流，家庭守住安全垫，这样你就不会被裹挟在焦虑和传闻之中，而是能用常识与冷静走过这个漫长的寒冬。在这2年楼市的低迷里，最常见的标题是500块一套房，听上去像是笑话，但确实有真实案例。那往往出现在东北或3、4线的小县城，一些老旧房子，产权年限只剩下10几年，地段偏远，周边没有产业，也没有人愿意接手，业主急于脱手，只好挂出一个象征性的价格，表面上看是天大的便宜，实际上它的价值几乎为0，因为没有租客愿意住，也没有买家愿意接。你买下它，就等于买下一堆固定支出，物业费、维修费、税费，却看不到任何收益。那种白菜价更多是人口流出的注脚，而不是机会。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4亿人口蒸发，这显然是夸张的表达。真实的数据是，中国在2022年出现了近60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，总人口减少大约85万人。虽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，但远远谈不上蒸发几亿。之所以会有这种夸张的说法，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冷清，结婚的人少了，生孩子的人少了，学校缩班了，产科病房空了。于是这种体感被无限放大，最后变成了消失了几亿人的口号。你要知道，人口确实在下降，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不会在一夜之间塌陷。还有一些看似合理的留言，比如房子永远卖不动了，这个说法一半对一半错。错的地方在于核心城市、核心地段依然有交易，有人抢学区房，有人为了通勤宁愿多花几十万。对的地方在于那些非核心无产业支撑的盘，流动性确实越来越差，卖一套要挂半年、1年甚至更久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房子都卖不动，而是你手里的那套可能真的卖不掉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分化越来越明显，一边是抢得飞起，一边是无人问津。再比如买房不如租房这个观点，这几年也很流行，它也不是全错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租房确实更灵活、更轻松，可以把有限的现金流投入到学习、创业或者投资里。但租房的问题在于，它没有长期的稳定性，尤其是涉及孩子教育和家庭落脚的时候，租房的成本未必比买房低。对于首套刚需来说，自住价值远比账面涨跌更重要。与其纠结房子会不会升值，不如先问一句，它能不能让我和家人住得安心？这些极端传闻的共同点是把复杂的现实简化成一句惊悚的口号，让人瞬间恐慌。但真正有用的判断来自常识和数据。常识告诉你，一套房的价值来自它周围的就业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，而不是空口的宣传。数据告诉你，人口在减少，但不会瞬间崩塌。趋势虽不可逆，但节奏是缓慢的。只要你把这2点抓住，就不会被段子牵着走。更重要的是，普通家庭的选择不能建立在传闻之上。你该看的不是房价全国趋势，而是你所在城市、你所在板块、你手里那张收支表。如果你在1线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了一套刚需房，就没必要被500块一套房的段子吓到。如果你背着沉重的贷款，却买在一个人口持续流出的县城，那就要尽早面对现实。房地产正在退潮，这是一场结构性的调整，空城不会立刻消失，人口也不会立刻崩塌，但趋势是清晰的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喧嚣和噪音里，守住冷静的常识。买房看生活效用，卖房看现金流，投资看确定性。那些惊悚的传闻可以当茶余饭后的段子听，但千万别当成做决定的依据。先说年轻的首套家庭，想象一个场景，小李和女朋友准备结婚，家里人一边催着得买房才算安稳，一边担心现在买会不会砸手里。他们2个人月收入合计2万多，每个月租房花掉4000，通勤各要1小时。他们看中了一套小2居，总价300万，月供压力不小。问题是他们犹豫不决，买下去怕房价再跌，不买又怕错过机会。对他们来说，真正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
不要把买房当成投资，而是当成生活选择。如果这套房能缩短通勤，让未来孩子有学位，月供也在收入可承受的范围里，那就值得。哪怕价格有波动，他们得到的是时间和安稳，这远比纸面上的涨跌更真实。再说改善型家庭，王先生已经有一套房，但房龄老，楼层高，没有电梯，父母住得很不方便，于是他想着换套带电梯的新房。但旧房子不好卖，已经挂牌半年了，价格一降再降，依然无人问津。王先生很焦虑，是咬牙先买新房，还是等旧房卖掉？如果他贸然双套共担，很可能会把自己拖进泥潭。对改善型家庭来说，最重要的原则是卖得掉才换，先把旧房换成现金，再去考虑新房，这样现金流不被拖死，生活也能顺利过渡。而且改善不一定是换大，更多时候是换静换稳，换到通勤更短、配套更成熟的地方，比单纯多出20平方米更有价值。最艰难的是负债沉重的家庭。刘女士在2019年高点买了一套投资房，贷款压得很重，如今租不出去，房价又跌了几十万，她每天都在焦虑，坚持还贷，已经快吃不消，卖掉又舍不得那点纸面损失。这种时候最该想清楚的是，什么才是家庭的命脉？答案不是房子，而是现金流。如果贷款已经让家庭透不过气，那就必须果断止损，卖掉房子换回现金，哪怕承认亏损，也是换回生活的喘息。现金流稳住了，家庭才有余力去应对未来。很多人怕亏，却忘了真正的亏是被贷款压垮，最后连基本的生活都守不住。这3类家庭的故事反映的其实是一条铁律：房地产的时代已经变了，过去它是万能钥匙，人人都想压住，现在它只是一个消费品，有价值，但不值得你孤注一掷。对于年轻人，房子是生活安稳的工具；对于改善家庭，房子是品质升级的途径；对于负债过重的人，房子甚至可能是拖累。关键在于你要知道自己是哪一类，然后拿出相应的剧本。更深一层的变化是观念的转向。以前人们常说有房才有安全感，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现金流才是安全感。房子可以跌，产业可以换，但只要你手里的现金流不断，生活就不会崩塌。这个道理在过去的繁荣岁月里很少有人提起，而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共识。你会发现，当一个社会从涨价狂欢走向现金流至上，它的价值观也在重组。年轻人更愿意租房，父母更愿意留现金，家庭更谨慎地做大宗消费。这样的转变也许会让楼市继续冷清，但对个人来说却是一种成熟，因为你终于明白了，生活的核心不是资产数字，而是能不能每天过得踏实。很多人会问，既然房地产这么冷，为什么政府不出手救？其实这些年政策并不少，降息、降首付、降低交易门槛，甚至一些城市推出购房补贴，拼命把需求往前拉。但你会发现，这些政策的效果越来越有限，它们就像一场感冒的退烧药，可以压一压高烧，却解决不了病根。病根是什么？是人口在减少，是城市分化，是居民的资产观念已经变了。过去靠卖地造成拉动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头。对国家来说，调整的方向也在变化，未来会更强调经营城市，而不是卖地冲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要让人愿意留下来，要靠产业、岗位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这些硬实力，而不是靠漂亮的沙盘。只有当一个城市能给人稳定的生活场景，房子才会真正有价值，否则盖得再多也只是空壳。你也许会觉得这太宏观，但其实和你息息相关。你买房时看的是这个城市的未来，是不是在往经营而不是造成的方向走。而对普通家庭来说，生存智慧更直接。第一层是现金流，你要学会把家庭预算写下来，收入多少，固定支出多少，贷款多少，留出多少应急金。这个账本就是你抵御风浪的护城河。第二层是半径，房子、工作、孩子教育、父母就医，能不能都在你可控的半径内？如果通勤每天2小时，教育资源靠抢，父母生病要跨城，那生活成本就会被无形拉高。缩短半径就是降低生活的隐形负债。第3层是心态，别幻想靠一套房子翻身，也别因为价格下跌就彻夜难眠。房子不是信仰，只是一种工具，能让你住得安心，它的价值就实现了。
这两层逻辑交织在一起，才是今天中国楼市的真相。国家在换挡，个人要学会自保。房地产不再是万能发动机，而是普通产业的一部分。那些极端传闻只是噪音，真正能保住家庭的是冷静的常识和扎实的账本。想象一下，未来10年，街道可能不会再有一夜暴富的炒房神话，但会有更多普通家庭学会精打细算，把现金流守住，把生活过稳。房价涨不涨已经不是唯一的焦点，能不能过得安心才是新的底线。你会发现时代变了，但生活的本质没变，不求跑得最快，只求别被焦虑绊倒。只要握稳方向盘，哪怕前路蜿蜒，也能走到目的地。